还是我们的 Shopify。因为 Shopify 它不管是在应用还有功能上面的话，都非常的强大，都非常的丰富。消费者的话，他可能接触到更多的还是 Shopify。另外的话，连接到第三方物流还有一些应用的时候的话，Shopify 的话也会更方便很多。打开 Shopify 以后的话，右上角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开始一个免费的试用。那它提供了一个3天的免费试用，3天过了以后的话，你可以再花$1再试用1个月，价格都不贵，几块钱。那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样来注册我们的 Shopify 店铺。那这里的话，它会问你一些简单的问题，你不用管它，直接点击这里，跳过所有，选择你所在的一个位置。那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填。这里的话，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用你的 Facebook 账号，用你的苹果账号，或者说直接用你的邮箱进行一个登录就可以。我这里用我的 Gmail 邮箱进行一下登录。好，接下来我们点击左下角这个设置按钮，我们来设置里面来设置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那这里面的所有功能的话，我都会给大家介绍到。第一个的话就是通用，通用里面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店铺的邮箱，那我们店铺的名称，还有我们的店铺的电话号码等等。这里账单地址就是你这个店铺的一个地址，这里的话可以随时改。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件代发，这个地址无所谓，因为本身也不是从你这里发出。那如果说你是真实从自己发，建议这里填你一个真实的一个地址。这里可以选择一个货币展示的一个样式，我这里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货币的格式，你可以改成美元，也可以改成美元、欧元都没有问题人民币也是没有问题的。改好以后的话，记得点一下最右下角这里有个保存。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套餐。这个套餐呢，我们自己选的，比如说我选的最基本版，刚开始只要$1，后面的话就是$29一个月。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更改一下套餐，随时换成其他套餐都没有问题。付款方式呢，也是在这下面进行一个更改。最下面的话有个支付方式，你也可以改，自己进行一个更改。第三个就是一个账单，在账单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你这些已付款。正在处理已退款已取消，那这里历史所有账单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用户或权限就是在这里面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你的子账号。如果说你想把你这个店铺的话卖给其他人，那你也可以在这里点击一个转让所有权。你要卖给谁，你就可以把你的邮箱地址填成他的邮箱，那基本上就可以了。这里的话，如果你要设置子账号的话，你需要升级一下套餐。可能最基本它是设置不了一个子账号。如果说你有外部的，比如说你在 Fiverr 上面请了设计师，请了开发人员，那你想让他访问你的后台的话，你还可以把你的一个，这里有个合作者的一个请求代码，你可以把这个代码给他，当然你也可以生成一个新的代码，那它随时都可以变。那它可以通过这个的话，就可以直接进入你的后台帮你设计一下你的店铺，设计一下店铺都没有问题。它不需要有你主账号的密码，直接也可以进入你的后台。在这里收款这里的话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你可以用 Shopify 默认的一个收款，就是 Shopify Payments， 它是 Shopify 自带的一个收款的一个工具。在开始之前的话，你需要点击这里完成一个账户的一个设置。那你需要提供一些你的相关的信息，提交你的一些企业的信息。那你就需要用你的公司去开。因为我刚才地址的话选择美国，所以说这里的话只能登记为美国的一个公司才能开通这个付款。Shopify Payments 的话，在中国大陆的话它是不支持，但是如果说你有香港的公司，那有美国的公司同样可以开通。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美国的公司或者香港的公司，你可以来到这个网站。这个网站的话，它是专门可以帮你注册一下，它可以帮你注册美国的公司，价格的话也非常的便宜。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可以来到这个网站相关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你找这种机构帮你注册公司就比较安全比较稳定。当然的话，你也可以来到 Fiverr， 在 Fiverr 上的话，你也可以请人帮你注册一家香港公司，或者说帮你注册一家美国的公司都非常的简单方便。除了选择 Shopify 自带这个付款方式，你还可以选择第三方的一个支付提供商，你可以点击这个查看其他所有的支付提供商。在这里面的话，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
支付提供商，那你可以选择一个。但是的话，你要大多数情况下，你都需要先选择之前，你需要先注册一下他们公司对应这些支付公司的一个账号。那有了账号以后的话，你在这里面的话，才能连接到你的 Shopify 的一个后台。一般情况下，这些支付提供商在注册的时候的话，都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你要有一个开付费，比如说开付费5000，年费2万等等等等。那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他的名字，在 Google 一下搜索名字，去联系开通一下相关的账户，或者说你可以直接用 PayPal 的话进行收款也是没有问题。只是说 PayPal 的话，它还要收一个2%的一个交易费。那你可以点击这里增加一个付款方式。你 PayPal 的话，必须要以企业的 PayPal 账号才能进行一个收款。如果你是个人的账户的话，这里的话是不能进行一个收款的。那我们点击这里设置，点了设置以后，我们再点了 PayPal 设置以后，我们再点击这里一个完成设置。然后这里的话，它会登录到你的 PayPal 的一个后台。这里的话，连接到你的一个 PayPal 企业账户就可以了这里的话，我已经连接到我的一个 PayPal 企业账户，点击一个返回。返回以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话我们已经设置成功。那买家进入我们的一个商店以后，他就可以进行PayPal 的一个付款。再来点这个下一个结账。客户在付款的时候，他需要填上他的一个手机号码或者邮箱才可以。一定要有手机号码方便我们的一个联系，一定要把它勾上。客户需要填哪些信息？他在下单的时候，我建议大家需要把他一个姓名和名字都填上。公司的话我可以不用，地址的话可选。那下面的话保持默认就可以了。这里的话还有一个小费，在美国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小费的一个文化。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没有必要了。如果你想收一些小费，可能表扬有一些客服的工作可能做得好，他可能给你打上一些小费。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如果需要，你就可以把它设一下，给你多少小费，10、15、20都可以。有需要的可以去设一下。结账页面显示什么语言，我们这里也可以设好以后点击一个保存。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客服账户，全部就用它默认就可以了。我们点击一个发货快递费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运费模板。如果是你是用一件代发，比如说叫速卖通上面的商家直接帮我们发，或者说你用人作铺，或者说你用人作铺上面的商家直接帮你发货的话，这里的话你就不用设。那如果说你是自己发货的话，那你这里面可以来设置一下运费。我们点击这个地方常规这里所有产品这里我们可以点进来以后，下面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配送区域送到每一个地方它的重量、需要的时间，还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运费，这里都显示出来。这个的话是我们刚才用 Shopify 用人作铺或者说用速卖通调用的一个运费模板它用了哪些 UPS、DHL， 下面的话都会帮我们来进行一个，都已经帮我们设置好了。如果说你刚开始的时候，那你这里的话就不用管它，直接用商家帮我们创建好的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自己设置一个运费的话，你可以来自己手动设置一下。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创建区域，那你要配送到哪个国家，你这里面可以选一个。那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删掉，我来教大家大概设一下。我点击这个删除，把这个里面的话全部给删掉。这里配送区域，这里点击一个创建区域。假如说你要发货到加拿大，我们先把加拿大选中。这里的话点击一个添加运费。那这里的话，如果说这上面的一些术语的话你看不懂，那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忙一下。我有空的话可以尽量的话教给大家方法，就是教给你解处理问题的一些能力。就是比直接我告诉你答案可能来得更好一些。我们可以截一下图，比如说这个区域你不知道怎么填，不知道怎么选，我们可以把它截一下下来。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 AI ChatGPT， 把这个图的话直接粘贴进来，然后我们把这个提示也发送给他。说假如你是 Shopify 运营专家，我是做跨境电商的新手，请你用简单语言帮我解释一下图上的内容，告诉我怎么填怎么选。这里有个费率的类型，就是这里费率的类型可以选。这里有个固定费率，不管买多少重量多少，运费都是固定的。还有运费，这里运费价格怎么弄？还有一个增加条件定价，根据我们不同的重量来设置不同的一个运费。还有下面的话他会告诉我你怎么填，这里的话他都告诉了你的一个答案。比如说你想问他具体的
比如说自定义费率名称怎么填，用中英文这样帮你填。那我们比如说这里选一个自定义后，这里有个自定义费率的名称，那你不知道怎么填，那么可以来选一下。我叫 GPT 帮我生成一下，比如说国际快递啊，1到2天，什么标准快递2到14天，还有一个经济配送是4到24天来都有。那我们直接复制一个，我们试一下。粘贴进来，把中文的话你跟它去掉。7到14天可能太久了，你可以写个5到8天吧。这个运费你要收多少钱？比如说你要收个$5，你这里填个5，这里点击一个完成，这样我们的加拿大的就设好了。其他地方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你设置一个免运费，然后点击自定义。比如说这次的话，我要设一个包邮，就是满99包邮，我也可以选择这个自定义。这里赋予名称，我写成英文的免邮费。价格的话就是宁愿基于订单的价格就是99，就是满99我们就可以包邮，点击一个完成。这样的话满99以上我们运费的话就是包邮。这大概就这样子。除了我们刚才比如说加拿大如果其他国家没有设的话，你这里可以把它设置一下其他国家，就除了我们设置的国家，其他国家你收多少运费，那你这里的话都可以来填一下，打上你区域的名称，点击一个完成。同样的话，这里来增加一个你的一个运费就可以了。那其他国家比如说我收个15这样我们这个就设置好了。国家你不想发货，那你这里的话也可以把你不发货的国家加进来就行了。全部设好以后的话，点击右下角这个保存就可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税收和关税。税收和关税的话，这个就比较复杂，因为它每一个国家它的收税的话，它的关税的话都有所不同。就像美国，它有美国它自己的税，英国有英国它自己的一个税。比如说你在澳大利亚的话，比如说澳大利亚的税分为一个商品税，一个服务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GST。当你把东西卖给顾客的时候，你想从顾客的手里面多收一点钱，那就是一个税费，再统一的再交给政府。比如说我们以这个随便点一个澳大利亚为例如果说你在澳大利亚你想收税的话，这里的话你可以点击一个手动税率。这里的话在新地区收税，那你需要有一个 ABN 的一个编号，那你需要先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商品服务税，那你可以点击这里，比如说澳大利亚商品服务税它会这里设置一个关于一个具体的每一个国家，那它的税怎么弄，那你都可以点到这个页面的话来看一下。它有一些比如说基于英国的登记的税率，基于设置英国的税率，设置北爱尔兰的一个税率，每一个国家的话都不一样有点复杂。那这里的话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是刚开始是一个小卖家，那你卖也卖不了几单，那这个税的话你先不用管它，而且也没有人会关注你。当你慢慢做大以后的话，销量慢慢起来的时候，那到时候的话你就可以请专业的人士来帮你来设置一下这个税率。当然你还可以来到 Fiverr 上面搜索一个 Shopify 这个税，那上面的话有很多，比如说你看的销量还挺好的1000家，它可以帮你设置一下Shopify 的一个税。因为这个税的话有时候设置起来确实有点麻烦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要想到你每个国家都去做比如说你先做美国，你先把美国的税给设好就可以了。Shopify 上面也有很多人可以帮你的时候，不懂的话你都可以请一些专业人士来帮你做。Shopify 的话它还提供了很多 APP 很多应用比如说这里帮你做好税务合规端到端的税务软件解决方案，你都可以安装这些软件来通过这些软件来帮你设置一下。还有一些比如说关税和进口税你可以用 Shopify 它的一些高级功能的话，它也可以来直接帮你们设置。总之这个区域的话，你作为新手刚开始没有订单，你可以先不用管它。当你做大做强以后，请专业人士来帮你搞。再看一下下面有个礼品卡，这个礼品卡呢，比如说你在搞什么，比如说节比如说什么圣诞节春节什么时候你需要搞活动，那你可以发放一些礼品卡。那顾客的话可以在你的商店里面买一个礼品卡送给他的朋友通过这个礼品卡就可以来你的店铺下单。但是这个你要设置，你需要先完成一个Shopify 这个 payment 设置以后才可以来进行一个设置。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市场，那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增加市场，那你可以选择你要销往哪些国家。
那你如果说你打算把你的产品的话迈向全世界，我建议大家的话，每一个国家的话，你都单独开一个店铺，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来进行一个管理。你在后期进行一个广告推广的时候的话，也比较方便。比如说我这个产品只销往澳大利亚，那我只在澳大利亚进行一个广告投放就可以了。它每个地方的人可能消费习惯也不一样，那我们可以针对当地的一些特色特点来调整我们的一个推广方案，还有我们的营销策略。但你不要想到一来就要把你的产品迈向全世界，我们先做好一个市场，做好以后，后面的话，当我们做顺了以后当我们做顺以后的话，迈向不同的一个国家和地区。同时的话，比如说你这个域名的话，你也可以来单独的进行一个设置。比如说我们这个域名，那后面的话，除了.com 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比如说.uk .cn 就代表中国，.uk 可能是英国等等。那每个国家的话，它都拥有它自己的一个域名后缀。如果说你用当地的域名的一个作为你的一个用当地国家的后缀作为你的域名的话，对于当地的人来说看起来的话会更友好转换率的话相对来说也会高很多。英国的话，比如说 COUK 这个应用销售和渠道。那这里的话会显示我们所有已安装的一些 APP 都会显示到这里面来。右上角这里有个 Shopify APP， 你点一下，它会跳转到 Shopify 的一个市场 APP 的市场，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选择。看下面一个域名，这个域名的话就像我们网站的一个网址。就域名就是我们网站的这样一个网址，别人可以通过这个网址的话，就像我的油管频道别人可以通过这个网址的话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独立站的话，跨境店铺商店当然也需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域名。Shopify 的话，它默认的话帮我们分配了这样一个属于 Shopify 的一个2级域名，但是这个域名看起来的话非常非常的不专业，我们需要把它设成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域名。域名的话其实也不贵，一年下来也就可能好的域名可能比较贵一点，但是一般的域名的话一般都在70-80块钱左右，一年也不是很贵。如果说你之前有域名的话，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连接域名，把你的域名的话绑定过来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没有，你可以直接在 Shopify 里面直接点击这个按钮购买一个域名。还有的话，你可以通过第三方，比如说 DYNADOT 这样的专门注册域名的网站来注册属于你自己的域名。通过第三方网站注册域名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购买完域名以后的话，你的域名的话和你的店铺的话是分开的。将来的话，如果你想换一个电商平台，或者说加一点自己的一些在线服务，域名的话都是你自己的。这里填入你想要购买的一个域名，方法都是一样，在这个地方填入你想购买的一个域名。你可以根据你的品牌信息来填写你的域名。因为我刚才选了，比如说我这个域名网站的话，我想要叫这个名字，可以直接在搜索里面输入一下我这个品牌名字，我来看一下我这个域名的话有没有被占用。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话它会帮我们显示出来，比如说我这个域名.com 它已经显示出来了，这里10美金。有一些域名的话，价格的话比较好的域名，你看价格就比较贵，你看1000多、200多都有。但是如果你的域名很普通，就像这个，它可能就只要几美元就买得到。在后面的话还有不同的一个后缀，如果你是做 AI 的话，你也可以用 AI 作为你的一个域名的一个后缀，价格的话是69美元。不同的后缀的话，它这个域名不一样，价格不一样。那你可以来 GPT 问一下，你叫它告诉你不同的国家的域名后缀，比如说中国的话是 CN， 美国的话 US， 英国 UK 加拿大 CA， 澳大利亚 AU。如果说你只做日本市场，那你的域名的话，我建议大家你可以生成一个前面是你的品牌名，后面的话.gp 这样的话看起来的话，对于当地的人来说的话，看起来你这个更本地化一些。那我就随便拿一个我之前的一个网站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是我随便做的一个案例的一个网站。比如说这上面是我的温迪有风.com， 那我之前已经有域名了。那我是在 Hostinger 这个网站买的。Hostinger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主机平台。如果你用 WooCommerce 进行建站的话，你可能需要买一个主机。那我推荐大家你可以用 Hostinger， 它的价格比较便宜，功能比较多。你买1年主机的话，它还会赠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那第1年域名的话，你还不要钱，第二年你才需要付费。
那我这个域名我已经有了，我复制一下它，我来到 Shopify， 我这里点击连接现有的域名，把我的域名填进来，点击一个下一步，在这里验证连接。那我们需要增加一个记录进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到你的域名后台，把你域名的一个 A 记录还有这个 W 记录加进来就可以了。加进来一般域名加进来一般域名生效的话，可能需要24小时左右，那域名就可以生效。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客户事件。那客户事件里面的话，等一下后面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在你的网站里面加上我们这一个像素代码，它可以跟踪我们客户的，比如说加入购物车、浏览了哪些产品，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统计。那这下面有个品牌，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通知，就是你的店铺里面，比如说有客户的订单，要不要给你发消息啊？订单确认啊，发货信息啊，那你想不想收到这些信息？那你都可以来设置一下客户的一些通知、发货的一些通知，还有员工的一些关于订单的通知。比如说你想让你的员工知道顾客有没有下单，那你可以在这个新订单这里，那这里的话，比如说有新的订单，那它会弹出这样一个信息告诉你的店铺有新的订单了。这个品牌的话，它已经说了，现在已经移到通用了，你可以在通用里面管理品牌，先不用管它。下面有个自定义数据，这里语言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这里的话，它可以在商店中增加翻译，可以将跨境转换率提升43%。那你这里可以增加一个多国的语言，那它支持很多语言，你可以选择一个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要支持一个西班牙语，点击一个添加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我的站点的话，它还支持一个西班牙语。那直接点击这里有翻译，那你可以用一些第三方的软件来进行一下翻译。当然的话，前提你需要先把这个 APP， 比如说这个 Translate， 把这个安到你的一个店铺里面，它就可以自动的帮你进行一个翻译。本地化内容西班牙语，那你这里可以选择你要翻译的一些内容、一些页面都可以。客户隐私这里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些隐私的政策、cookie 的一些政策等等。在电商领域的话，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它，比如说隐私政策，我们点击进来，我们可以直接插入模板。Shopify 的话，它自动的话已经帮我们有一些模板，我们直接把它插进来就可以了。来点击一下发布。当然了，还有一些第三方的工具，比如说我们的 Terminal， 它是一个专业的帮我们生成隐私政策、服务条款上面这些你看隐私服务条款、cookie 政策这些的话退款政策，它都可以帮我们生成，而且非常的专业。它里面的话生成出来的就像一个正式的一个法律文件一样。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来到 Terminal 这个网站来帮你生成一些更加专业的一些隐私政策。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这个链接去生成一下。第一次进来点击右上角这个免费试用，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生成。最下面这里有个政策也是和我们刚才一样的，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退货退款政策，我们的一个服务条款，点一下它，点击这个插入模板，可以直接用 Shopify 自带的模板，点击一下发布。这下面的物流政策那些都是一样的，你可以在里面来填。物流政策没有模板，你需要自己填。比如说你几天可以送货，几天你能送货，你发什么快递在里面写一下。第一个退货退款政策你也可以来设置一下，直接用 Shopify 的模板也可以直接插入进来。在最后有个商店活动的日志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你的店铺操作了哪些东西，那在哪个地方，几点钟进行了哪些操作，那全部的话都会帮你记录下来，方便如果你后期你店铺出现问题，那你可以在日志里面来找一下到底是哪个阶段是谁操作了什么导致出现什么问题，这里面都可以来查。设置好以后，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查关掉。希望有风的付出能对你有所帮助，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